据环球网在4月25日的消息，最新一届的雷达博览会中，中国航空工业雷达所旗下公司对外展示一款名为 LK61HSL001 型的雷达，很快吸引了参会者的眼球。据了解，该雷达其实是一款 X 波段的海防搜索雷达，通常来说是安装在海岸边或者是关键性岛屿上，主要负责对目标区域的探索、水域目标追踪，也能够对目标单位锁定后自行上传到监控系统中，进而与数据库进行对比，并完成敌我识别，甚至可以通过目标船只的尾迹延迟显像来推测该船只的航行路线。据相关人士透露，这种雷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综合能力强劲，曝光是具备全天候全时段的目标海域监控，还具备多目标同时处理能力，能够同时追踪锁定64个目标，并且搜索目标点击个数能够超过500个。在防止敌意目标接近时，能够通过数据库系统实时对比船只细节特征，主动识别认证来往船只，确认敌对目标，对于我国海防工作具有相当大的意义。有观察人士指出，海防雷达是我国对海上侦察、获取情报的重要来源，其中对海上目标的行动轨迹模拟判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情报构成节点。高效高质量的路径判断和轨迹模拟，可以有效提高我军相关部队在海上对目标单位的追踪和侦察。但是因为我国相关装备研究的起步较晚，在实际应用上与国际顶尖水平还存在差距，因此这款新型 LK61HSL001 型海防雷达是否真的具有中航工业说的一样，还需要时间来验证。不过也有人认为，当前情况下，我国主要需要考虑的战场也就无外乎是我国周边的几个敏感海域。虽然海防雷达的技术和应用面积距离国际顶尖水平还有差距，但是在关键岛屿及周边岛屿上都部署相关设备，形成一个全覆盖的海防监测网络，或许会是一个行而有之的办法。近日，吉布提这个世界兵营再一次引起了众多关注，原因却是中国驻吉布提基地正式扩建完成，已然不能停靠航母了。所以，美国驻非洲司令部总司令斯蒂芬·汤森上将就把这件事拿出来大肆讨论一番。据观察者网报道，美国非洲司令汤森在国会上公开表示，在非洲大陆上，中国无处不在，这将会严重威胁美国在非洲的战略地位。如今，美军不能低估非洲的经济机会和战略价值了。驻守在该地区的美军不仅不能撤，还必须要增加预算，拨款提供资源支持。而现在，俄罗斯、伊朗等国家也在积极涉及非洲事务，所以美国不能低估非洲的战略意义。总而言之，这报告充斥这2个字：打钱。这不由让人想到美军的印太司令部也时不时就发布一份这样的要钱报告，所以美军这是拿中国做法子上瘾了，还是发现了财富密码？美国一直以来都在舆论上宣传中国威胁论，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从国会抠钱，顺便再炒作一波民众的反华情绪。比如美国印太司令部经常提交的中国威胁论报告，大多数时候都能从国会抠到一大笔钱，并且成为美国政客手中的宣传利器，也算是另一种形式上的治国手段。如今看来，美国非洲司令部似乎也发现了这个财富密码，照抄印太司令部的致富之路，拿中国做起了法子。就像是汤森自己说的一样，中国对美国来说是一大隐患，在非洲大陆上他们无处不在，他们投下大笔资金兴建了许多基础设施。而相反的是，美国的非洲司令部在非洲的实力其实也并不差，比如美国在非洲的庞大驻军，还曾发起奥德赛黎明行动，以至于利比亚到现在依然处在动荡之中。同时，美国在非洲的永久军事基地也从当年不足100亩扩充到500亩，各种配套设施也越来越齐全，算是美国控制中东和非洲的一个重要战略点。也就是说，如果这回美国非洲司令部这条致富之路走通了，那么未来非洲也必然不会有太平日子了，这也会导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岌岌可危。要知道，这位正好赶上好时机，美国两党互相合作，双方代表也对这件事表示了赞同。而美国的印太司令部就是前车之鉴，一边靠着威胁论不断从国会抠钱，增加自己的实力，一边继续在地区挑起风雨，以至于形成一种循环。所以这条美军的致富之路对中国影响无疑是极大的。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各国之间的来往，最重要的永远是利益。正因如此，美日为了共同的目的，即遏制中国的发展，他们走到了一起。但是，如果在恶化的过程中涉及到自身的利益时，美日的态度就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利益至上。众所周知，美国为了拯救深陷疫情的经济，疯狂印钱，想让世界为其买单，从而导致美元的价值不断下跌。再加上美国仗着自己的霸权地位，动不动就对其他国家实施制裁，因此为了避免美元支付带来的潜在威胁，全球开始悄然掀起一股去美元化的浪潮。而俄罗斯可以说是去美元化的领头羊，他们不仅早就做好了与美元霸权做斗争的准备，
还已经宣布了会采用一种新的系统来代替以美元为主导的旧系统。不仅如此，他们还呼吁感兴趣的伙伴们与俄罗斯一起抛弃美元结算，并声称在此领域，俄罗斯将会与伙伴国有广阔的合作前景。同时，中国也建立了跨境银行间的支付系统，这是绕开美元支付的另一种平台。要说中俄联手抵制美元霸权，我们并不感到意外。但是最近和美国来往密切的日本，居然也被爆出在为去美元化做准备。也许是嗅到了美元的泡沫气息，日本开始与欧洲央行、瑞典银行、瑞士国家银行、英国央行、加拿大银行以及国际清算银行等共同组成了一个开发加密货币的小组，而且还准备对外公开自己的全球加密货币支付网络，以取代美元支付系统。要知道，一直以美国马首是瞻的日本，可从来都是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现在也开始去美元化了，无疑像是给了美国一记耳光。并且还有报道指出，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近日一次会议中呼吁菅义伟政府要联合俄罗斯来对抗美国，因为鸠山由纪夫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日本政府执意要跟随美国与中俄对抗，最后很有可能成为中俄打击的首要目标，并且美国通过驻军侵犯日本领土，导致日本根本无法完全的独立自主。因此，鸠山由纪夫认为，正值美国霸权衰落之际，日本应该抓住机会与俄罗斯联手对抗美国，最起码要将美国人赶出日本领土。最后，我们想说，鸠山由纪夫的表态会对美日的联盟产生多大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至少可以确定一点，那就是日本国内已经出现反对美国的声音了，日本政府开始凸显分裂之势。而随着自民党两院补选的3连败，菅义伟政府也遭受了沉重一击。最终，也许出于利益考虑，美日关系真的会发生变化。至于如何演变，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近日，对于中国居民们来讲，肯定是非常值得开心的，因为在4月23号，中国海军不仅迎来了成立72周年的纪念日，同时在海南三亚的某军港还举行了3型主战舰艇的入列交接仪式。据央视新闻报道称，此次入列的3艘不同型号的战舰，分别为094型战略核潜艇长征18号艇舷号421和015型驱逐舰大连舰舷号105，还有075型两栖攻击舰海南舰舷号31。随着这3艘战舰正式入列海南舰队，我国海军的军事实力又得到进一步加强。但是海南网友却对此表示郁闷了起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由于这3艘战舰的尘埃落定，海南得到了一艘057型两栖攻击舰，但是却因此退出了003型航母的命名竞争。众所周知，我国航母的命名规则是以省份或者词组来命名的，而从山东舰和辽宁舰的命名来看，我国第一艘航母是以其修建地省份命名，即以辽宁作为其舰名，而山东舰作为我国首艘国产航母，则是以中国航母的第一个部署地和北海舰队司令部的驻在地山东命名。所以之前有不少网友就猜测，接下来的003型航母可能会被部署到海南的新基地，而命名则可能会以海南或者南部舰队司令部的驻在地省份广东来命名。但是现在由于海南已经有了两栖攻击舰退出了候选名单，因此003航母的命名又被网友们热烈讨论起来。从目前情况来看，海南退出以后，以广东命名的呼声现在是最高的。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所讲，按照山东舰和辽宁舰的命名规则来看，广东有很大概率成为003航母的最终命名。当然，这一切都只是网友的猜测而已。不过这个答案相信很快就能揭晓了。据美国媒体近日曝光的卫星照片来看，我国003航母已经开始了甲板的组装，花费3个月时间，或许能够完成上层的建筑部分，最快下水时间预计也要在秋天。对于003航母的消息，网上流传了很多，但是基本能确定的是，该航母会有平直甲板、电磁弹射，而在动力和吨位上，网友们还是争论不休。不过我们从美媒曝光的照片上可以看到，003航母吨位或许略微小于福特级航母，但是应该也能达到10万吨左右。再看看福特号航母的动力舱室与003航母的动力舱室做比较，也许我们在动力方面能够有所发现。最后，无论大家对新航母的猜想如何，我们都只需静静等待它的到来，以及它最终的命名将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吧。